大家好，我是 Aceson， 今天来跟大家开一场跟这个排名比较前的这个玩家打的一场比赛啊。这个玩家好像是那个第5名啊，就是我们好像很久没有打那个4天皇了。OK，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我是怎么跟那个4天皇打吧。OK， 那这次这个玩家呢，等一下，我先说一下。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那先订阅一下，谢谢。那这次这个玩家，我们来到那个影片里面。那这次这个玩家是用这个主流打法，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圣兽神行者那些。那用这种的那个玩家的话，他们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的熟练度啊，对于那些英雄搭配的熟练度，那其实有点，在我打来的话是有点大同小异。但其实就算这么说的话，他们也是有一些技术上的一个区别的。但我们打的那个用的技巧其实就没什么太大的区别，也是超时空抓到就黑毛这样。那有那个额外的话题啊，就是现在因为我看那个后台数据呢，就我看到好像除了英文字幕之外，其实韩文的字幕也蛮多人用的。这边的话，可惜啊，这边他骗了我。哎呀，这边他骗的好，那个阿鲁比斯那个重敌没有打下来。那刚才说到那个韩文字幕也蛮多人用，那我现在在左手那个。因为我知道韩文字幕那个名词上面，就是那些装备的名称，其实翻译是有点错误的。那我现在在左手弄那些韩文字幕，让它更加准确啊。那大家就再等待一下用韩文字幕的一些观众们，谢谢你们。OK， 那回到影片里面。那刚才的话，那个技能我是给他骗了一招啊，当然也很顺利拿下刚才一场。那也来到第2回合，那第2回合的话也是先前期都打赢输出。不过我发现好像这场那个网络好像不太稳定，我好像不太抓到它，而且我好像在后面好像那个网络还掉到那个1格，那导致我的超时空好像发挥的不太好，就有点抓不到那个情况出现。那也是跟之前一样啊，抓不到就这边既然打不到，那抓不到的话，他的系列挺快。抓不到的话，我们就别气馁，我们就多用点重力来弥补这个抓不到这个问题啊。那这个玩家很明显了，也知道是怎么打我超时空，就是用远程武器把我射下来。那他换那个远程武器，那个反应也挺快啊，就是看到我跳起来准备抓他的时候，他就把我射下来。可惜这边的话做不到。不过好险我换了一个跌伤英雄啊，因为他有那个术士披风把我封住。我这边的话，可以，那直接开。其实这边应该是尝试一下偷技能的。那这边的话，他加了拳头，那应该换那个。可惜，他挺快啊，因为他知道我有那个披风的反抓，他直接用兵射我下去。我可以这边抓到，但他应该没技能了。我其实应该是，对，其实我应该再教一招，先连一套黑毛。但可能是我知道我的血量已经归零了，就是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那个容错，所以直接下咒式，那也行。那这边的话要打得更小心一点，就是不要让他那么容易抓到我。这边可惜啊，他这边的话就都能做，没事，可惜这边那个，虽然他是我，但我的头盔也掉下去了，那对我来说是大劣势。那这边的话这边可惜啊，他差一点点血。其实我应该是再多滴他2下，就是普攻多他1、2下，那应该是可以杀掉他。那可惜这边我失误了，当然试一下追起来。可惜这边没有头盔了，做不到什么太大的操作。当然刚才那个失手导致那个1分没了，那没关系。来到第3回合，我们努力追一下回来。OK， 这边连黑毛，可惜掉下来，可是手感不太好。这边抓到他莉莉，可惜啊。不过有一个有个东西在中间，这边我网络掉1个了。OK， 那应该这样的话，我的操守应该是发挥有点问题啊。刚才说到中间有个东西导致我抓不到他换错英雄那个 moment 那个时刻，有点可惜。
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还是可以打的，虽然有点抓不到，但我们尝试用一下重低。哎呦，他的顺手打得不错，抓，哎，可以。那个地形也可以补救到。那个是我这里不用黑毛的原因，是因为那个网络问题啊，我不冒太大的风险，直接把它踢下去就好。就用黑毛的话，有机会接不到，就直接掉下来。哎，这边可惜啊，给他射到。那他那些普通的一些 combo， 其实那个练的那个，他练到挺熟悉的，就是他那些魔弹配那个太乙真人那些 combo， 他练的挺熟悉，用的挺快。这边到我骗那个他的那个衣服啊，打空了。那对我来说是一个这个优势啊，因为我的技能其实只开了 SD。我觉得这边的话，应该找个机会用那个衣服把他抓住。OK， 哇，他这个反应的挺好。因为这边我为什么不用 break 卡？就以前说我遇到这种状况就用 break 卡嘛。哎，可惜我也空了。我不用 break 卡的原因是因为现在是技能阶段，我不能乱开技能，不能乱开英雄啊。对，如果我用 break 卡的话，很大机会让他抓到我，直接把我一套带走。这样的话，我们要打得小心一点，毕竟技能阶段。哎，这边可惜，这边要开反装，直接炸他吧。哎，这边的话，虽然我往后掉一格啊，但他还是抓到我这个头盔。OK， 那这样的话，我还是那个披风。其实现在的话，他这个，哎，没事，打他。哎，可以，这个不错。那我也开。可以，那现在两边都公平了，他应该要做些什么？小一点。那 OK， 那冲过去吧。SD， 哎呀，那个反应图形，哎，这边我急了，哎，这边真的急。每次我听到那个 DT 那个中心响起的时候，我就会急，这个是我的一个很大的那个弱点啊，就是每次听这个 DT 中心，我就会心急。那这边可能需要改进一下。不过我们来到第4回合 ，OK， 那边频失手啊，就是我们打一些竞技场啊，在游戏室里打比较前段排名的人的时候，我们的容错其实就很低了，尤其是那些比较技能阶段的时候，我们的失误绝对不能太多次，不然的话直接就像刚才一样就直接输掉了。哎，这边的 SDG 也那么快好了 ，OK。那所以你可以发现一些比较厉害的一些人啊，就是先说印尼服，因为韩服我其实好像没什么人拍片打一个竞技场。那印尼服的话，比较前段就是第一名左右那些人呢，他的那个容错，就是他的那个失手那个几率其实蛮低的。那一来是他的那个。他对于自己 combo 那个 combo system 的那个熟练度啊，二来就是他的那个战斗经验挺丰富的，所以他实至名归啊。所以这些比较前段的人，OK， 这边的话抓到直接射下去。那现在的话，我技能用了 SD， 但因为我有加成啊，这个这边可惜啊，这边急了，我加成，所以那个技能回的挺快，直接 SD 抓住可以。那如果因为我们看到对面其实打的他也算是稳定，那我们多开一点超速 SD， 一来就比较那个安全啊，二来就是那个超速 SD 如果不用的话，一直扣在那边的话就有点浪费。那我们就会找机会多开点超速 SD。那这边的话，我的头盔开了，我们等那个术士好了再冲过去。那现在我们处于这个主动，所以你看到他不停的退后，所以但这个是我的打法，就是比较偏向主动型。哎呀，可惜。那我们就直接冲过去吧，撞去，可以。可惜啊，这边抓到他的一只英雄，但那个地形问题把他撞了下去，那有点浪费啊。哎，这边的话他开了披风，那现在他应该是，哎呦，他顺手的能量续好了。那时间的话也这边来到14秒，
那应该也是会给他拖到第一。那我应该也有点心机了。哎，对，没错，听到那个钟声就会比较心急。OK， 那这边的话应该是他应该还有记得哦，那完蛋了。OK， 那应该是了。不去的话，记得订阅一下，谢谢。